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，欢迎各位收看优酷我们恋爱吧，我是主持人王聪。我替上一期的姜老师补一个打电话的惩罚吧。我们待会儿每个人抽一个嘉宾的卡片，你觉得他今天收到了几封信？猜错的话，惩罚是打给一位圈内的异性好友，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。Hello， 宋姐。光之，你干嘛呢？哎，Hello， 宋姐，我在等车呢，刚出来玩了一会儿。玩了一会儿，这么不忙吗？对，最近就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干嘛，因为也没有工作，在家待着怪闲得慌的，就出来逛逛。那你觉得恋综怎么样？姐，你是要给我通告还是怎么？不是，只是让你安利看节目。啊，看啊，我可太愿意了，我甚至可以过去谈恋爱也行。太闲了。姐，我这工作的事你也帮我上点心啊。好，我也不想一直看，我要去现场看。行，知道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广之，拜拜。工作顺利哦。工作顺利，工作顺利，拜拜。那又是一周的等待了，我们先请各位分享一下，在这一期当中，你最期待看到谁的感情发展？那肯定李明伦啊。我很期待他会不会从老王转移到小胡，就是小胡加入之后，他对老王是不是还像我们在上一期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好像有点双向的感觉？小贤呢？小傻吧，小孙吧，小傻孙。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腹黑了，感觉要黑化。我感觉他黑化了，感觉。我觉得小熊挺有趣的，因为一开始他看到这个小胡，他觉得可能有点希望，后来发现没希望，他又想说那这样，那我去听子那边，结果听子这边，我在想他会放弃吗？其实我还蛮关心那个没信三兄弟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没收到信之后，其实都挺失望的，就还挺期待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逆风翻盘。全跳男没信三兄弟，没信三兄弟好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知道那两个男生知不知道李明伦是全票男。因为只有梁霄见证了他当全票男的那个时刻，他拿着3封信回来，所以今天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有这个墨镜，这就是上一次戴上谁也不爱的李明伦同款。如果今天想要隐藏自己情绪的话，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墨镜戴上。原来是干这个用的。我们现在给他起名叫全票男墨镜。全票男，全票男。那我们就看看是不是像大家预期的一样，好吧？来。哇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素颜也挺帅，真会说话呀！那可不嘛。你素颜也挺美的。我没素颜，我化了妆了。我觉得是素颜。咱俩还挺搭的。这个会有生活的气息。小安，哎，我发现我的包跟他的衣服，还有我的鞋跟他鞋都是一个牌子。来。哇，可以。没事，你今天还是很美的，精致丽人。耶！你像是去逛那个，逛夜市。哎，不是，逛那个花市，挺好看的，很适合你。好，全票男，你这个，你俩穿的挺情侣装的，挺好看。还有那个帽子，草帽。这是怎么看出来是颜色儿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可算好了呀 Sorry， 我早上起晚了。早上好，美女们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也是美女啊？我说早上好，美女们。他说早上好。那不能我先开启我的早上好吗？好的。还有谁啊？还有小孙。走了，走吧。糯米，我们要去买菜了。他早上起得好早，这个小狗。
他们要去早市了。有种小朋友去春游的感觉。嘿嘿，那你背个小书包装点零食好不好？行，我们去买点零食吧。小李，只有我们俩可以开车对吧？你们都不会开车？我没驾照。我没驾照，这坐得下吗？坐不下吧？我可以开手动。你们都坐那个车了吗？那你不爽吗？那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呐。对啊，你陪着他。好吧。那我坐前面吧。走走走。这种山路其实还蛮难开的。我开慢一点。这车队李梦伦也是有点矮。别逼我！来，给你过。哎，你们听过那种男夹子音吗？男夹子音，你学一下。他夹起来了，听一下。知了吗？还是没去过音。跟我想象的男夹子音不是一种。大家好。变异了。哎，你这还行啊。想你了。你如果今天一天都这么说话，我可以给你100块钱。我这个人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？这是睡了吗？我感觉睡着了。有一说一，我没认出副驾男生是谁。小孙，他怎么这么不活泼呀？没收信没？黑化了，他现在。哇！哎，到了。哇！哎，这边早上这么多人的，我感觉像中午或者下午了一样。老王，哎，我们分工一下。可以啊，分工。我买水果，然后小熊买肉。那我们买蔬菜吧。可以。啊，走吧。吃早点了吗？我吃了。OK， 你还饿吗？要晚点吗？哎，他没事吗？不是。他没事，关我什么事？吃关我什么？小孙今天是有点攻击性了。不爱了，因为不爱这个世界已经跟他无关了。香蕉买一点吧。香蕉。你好。这个，你看他俩很自然就已经一起逛街了。多少钱啊？10块钱。54。54。反正也是听不懂。53。53啊。63。63。听不懂他。再转9块。咱得学点重庆话。我也觉得。尤其这个数有点听不明白。那是怎么说？咦？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。六是什么？low。no， 不对。给我吧，你替后边蔬菜。好的。我帮你拿一个吧。不用，真不用，我拿吧。等会儿肯定有。不是那样很勒手。还行。你看老王其实真的心思还挺细腻的。李明伦，我们买个筐背着吧。咱们俩一人一个，我来吧，你先装。我要粉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周翠，好酷啊！老王看上去感觉就大大咧咧的，好像男孩子。他内心还是很小女生的。我原来没 get 到，只在他上一期收信飞奔掩面那一刻，觉得她很小女生。你好，我想买一点鸡蛋。先买。好，我来装啊。刚才香蕉是你们买的啊？香蕉是你们买的啊？对。是64块钱，你少个54。我后来又给你转了。又转了9块钱给你。转了9块啊？对。54 9块。对。那就1块钱都不收了。是63还是64啊？64。4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那还是少1块。没有，是63。对，老王。他说64。等我回去的时候。那再给他转1块钱啊。哦，行。人家已经买成那样，这3个人来逛街。哎，你们已经开始买了，
来选一下那个要炒火锅底料的，你来。这我感觉还挺全的。对，草果有吗？那这个香叶要不要？香叶有的，家里有。拿点花椒吧，白芷来一点吧。辣椒你们吃不吃？吃。再来点辣椒。OK。八角要不要买一点？八角家里有，差不多了。称吧。走吧，我去买肉。他俩是一对儿。对，大傻和他的助理。119的4块，123啊，这么贵？老板给我们便宜点呗，100块。好了，付好了。便宜一点，5块钱，10块，10块，15。 OK。 14可以吗？14块5毛嘛，14块5，少3毛也是，少一点。很会讲价，少3毛叫很会讲价。也是没得夸了。小毛小猫小狗，可以摸吗？可以摸。好小。多少钱呀15块。 15块。这么便宜。想要吗？ 2个人30块钱。你想要吗？要我这里装都可以。不，谢谢。哎，同样是没有收到信，感觉梁潇好像就淡定，没那么对。比较得体。不是，哎，等一下他们吧。对，他们走好快啊。青子，你刚才有个西瓜，西瓜买吗？哎，西瓜可以。能拍出来是有籽无籽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能知道生和熟。你来拍个瓜，我来录一下。老板，这2个。2个。没事，我拿吧，你拿到东西了。对，2个刚好，我不拿别的了。我们拐过去吧，拐过去看看。你成不成？不是。怎么不太对啊？哦，不太对。为什么问他什么？不问我？吃醋。没事，我懂了。没事，我懂了。因为你没事。你是拳击手。没有，是我多余了。不是，你成不成？不重要了，没有心沉。不重要，没有心沉，真会。我们满载而归了，可以说是买了很多水果、香料、排骨、五花肉。哎，我们怎么少一个人啊？孙哥呢？孙胜伦呢？心沉了。他拿了2个西瓜走。完全是一个溢出轨道的人。哦，我觉得小孙有点挂相儿。小胡没给他写信这事儿，他还是有点介意的。写脸上了。他的情绪表达很直接。你那天又跟我下棋，又跟我聊拳击，又看我视频，结果你不给我写信，你今儿还给我买菜，买什么菜？就是这种感觉。先上去呗。Go。你好像管家。他是糯米的爸爸。我不想当狗爹。那你想当狗爷爷吗？也不想。这个放到餐桌上去吧。可以。糯米。喝吧。谢谢。我们把东西稍微收一下。哇，这小米辣太多了。哇 ，Home Sweet Home。小孙在教草哎。他怎么一个人去干活啦？他是独行侠。哎，他坐会儿是难受是吗？就是。你在干嘛呢？哦，我在玩水。要帮忙吗？你自己一个人？啊，没事，不用。我们是拿这个教啊。啊。童谣。不是孙胜伦，你能不能叫个人和你一块儿啊？你为什么总是自己？没有，我喜欢一个人。那我走吧。你找你们去吹空调啊，可以休息一会儿啊。哎呦，小孙，我真哎呦。
小孙是有一点点自己的个性在的。我们黑化嘛，他就是很期待，我看他能黑成什么样。走吧，我们去睡觉吧，感觉没啥事可以做。他们在复盘吗？梅信三兄弟，你看他们不知道，惊讶，震惊的表情。对。梅信三兄弟，这有什么可发誓的？那在这个岁数还要发这种事，我的天哪！我有一点不懂，就是我觉得他们2个人震惊是发现哦，不是只有我们俩没有，是咱们仨都没有，都给了李明伦。他们没有收到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。对啊。但是当他们发现哦，咱仨都没收到啊，就是感觉就他突然从床上这样子起来。我觉得小熊可能还好，小孙可能会觉得，小熊如果没有收到的话，那小胡应该写给我呀，这个对吧？然后你发现没？其实小胡跟几个男生互动都挺好的。他反而跟李明伦真的没怎么互动，他跟其他人可以表达很多的关心哦，但他对李明伦既没关心，也没什么。有一些人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越喜欢这个人，也不好意思去跟他主动表达。我就是这种，就我非常喜欢你的时候，我是隐形式的存在，因为我太怕那个东西，在我不确定性的时候，它突然就没有了。乔小贤是这种吗？就是你会越喜欢谁，一开始越故意的疏远他一点点？没有，就是反正但我不会刻意的对这个人好，就是我平常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就是什么样，然后可能会从50%、60%、70%会往上涨，但不会就给自己先拔到这么高。这个好，他这种好。好可爱哦，法斗。我们的任务来了，去康康。巴蒂、重庆、9点3城，怎么能不去打个卡呢？下面4个地方，但你认为最重庆的地方打卡？轻轨穿楼，魔幻现实，听风的声音，追光的方向。迷你巴士穿梭小巷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自己开车，掌握方向，市井烟火，摆摆农民。黄色法拉利引擎轰鸣，行就索道，穿梭时光。选好后就出发，等待惊喜降临，去拍最美最酷的照片。我想选这个。哎，不是索道，我不想做索道。那我来索道吧。好。可是我开不了车。那我开吧，我开车。那我迷你巴士，自己开车，冲！会不会有人落单？对呀，他们7个人哎。谁来？哇哦，金子，咱下面4个地方选一个我们觉得最重庆的地方去打卡。我自己开车吧。哈喽，我没看到你来，有失远迎啊。来，久等。我还以为你会选什么黄色法拉利之类的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如果自己的话，我正好开车我去黄崖洞，对。我就想去洪崖洞，你知道吗？我选对了，我超级想去。我知道是重庆的时候，我就等会儿就开始许愿，说我要去这儿。那卡片上面写了市井烟火，摆摆龙门，我一看就是。对，又可以开车，又可以去洪崖洞，完美。但他们未必这次能去得上，我觉得。咱先开心了再说，是吧？你觉得我们仨分别什么类型？哇哦！以我现在的了解啊，一般第一印象是很准的。就我觉得
你第一感觉给我有点酷的感觉。酷吗？酷的。酷吗？哇，我真是个酷 girl。就包括你喜欢的运动，比如滑雪啊。我很喜欢冒险。对。有些人喜欢体验生活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酷 girl 吗？没有，现在怎么说呢？就是还挺温柔的感觉。温柔？哇！是因为他今天穿了个裙子吧？我很多朋友说我很接地气，但是没有人评价过我温柔。这话真的不知道咋接。可能是就是还没有特别熟吧。我们可以再来，就是你知道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，对，才好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人肯定是都是多面化的。那另外2个女生呢？你的印象如何？安琪感觉就是很东北的女生，就很像我东北的那些女生朋友，比较大大咧咧的感觉。对，咱就是说还有一个呢，小胡她感觉，也是比较，她给我第一感觉像那个电视台主持人。现在呢？说现在就是你们3个吗？转移话题。好在意他对小胡的印象，因为他是不是能看出来这男生喜欢小胡？他挺 New Yorker 的感觉，就非常的直接。对。就是现在对小胡的印象啊。其实我感觉，因为没有对他就特别深入的交谈，在观察。对。那你觉得我们4个？哇，这4个男生。昨天我的印象很深刻，就你一直在照顾大家啊。对。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年纪最大嘛，算是。小孙同学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有一点点喜欢逗大家开心的那种。小熊一开始他给我感觉就是还比较安静一点，但我觉得他小李，他俩都是直接，你知道，直奔主题。小李就是第一眼大帅哥太帅了。你看他真的很直接。对。但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们女生写信，就是什么出发点写的？好奇。我昨天写信的话，很多的时候都是按第一印象写的。就比如说觉得一个男生比较帅，或者是所以你们女生之间会交流，比如说谁给谁写信，谁收到？会呀。会是吧？会呀。所以昨天写信这样看，我们都知道呀。姐姐的心太难猜了。重庆管出租车叫黄色法拉利吗？巨快，而且他们那个都盘山路。是吗？就跟跑车一样开啊。Hello。小胡，他跟小胡，命运的安排吗？这是。哦妈。对，完全满足了我们的心。你坐这儿。谢谢。可以啊。走。哎呦。小心。没事吧？师傅你好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吃了吗你？吃了。他很紧张，感觉。是不是内心想你不会一路上都跟我这样尬聊吧？你要不然把腿往这边放放吧。没事，不是跟腿没关系，主要是头。那地叫啥来着，师傅？渝中区北线街。尖。斋。那是多音字嘛？斋。谢谢我。街舞那个街。哇。街舞那个街。街舞那个街。是听不明白。对。街。
懂吗？街舞那个街，街，哎，街北向街，北向街。哦，北向街，哪个北啊？不是那个一个日子那个，你说一个词组，就是那个北。就是那个白。哦，哦，白，白。白。哦，白，哦，白象街传统风貌区。谁是先走的？我看见安琪在3楼了。他还主动提了安琪。你们一般怎么称呼老王？老王选的是一个不用开车的，跟车无关的一个项目。老王应该走了，我没看见，可能是。哎呀，想问就是有点好奇，第一天的时候，你们男生可以选女生的吗？哦，第一天男生没选女生。我其实第一天我选了梁霄和孙胜伦。我说对了吧？你说对了，对啊，梁霄跟孙胜，对啊，我说对了。那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写给你吗？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觉得你很帅。他在跟他说我为什么昨天写给你了，然后还有1/4的原因是昨天你说你打球的事情的时候会闪闪发光。他还挺直接的，他也挺直接的，就可能某一刻忽然这个人有一点打动了你，然后你就会忽然给他狂加分。听到这种评价，又觉得自己你知道何德何能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？我很客观，很就是真诚的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每个人在他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的时候，就是会闪闪发光。还是你懂我。我真的觉得，这时代很不一样了。以前如果我是喜欢你的脸，我是不太会明说的。现在真的是时代变了，不但能够直接的表白，还能够直接的说，我觉得你帅，就这样，没关系。我第一次看你就觉得你帅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一样。我这是我看这一季特别有感。我觉得成熟的人诚实是没有损失的。但我觉得今天就这3个女生都是我管你往不往前走，我先往前走，就都是这个感觉，对，就很不一样。老金，要是有一个女生当着你的面毫不吝啬对你的溢美之情，你会就不会了。你示范一下，你现在就夸他帅。我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你，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个测一下心跳，我跟你说，邦邦的，我跟你说，从来没这么强有力过，真的，我真的这种话冲击力太强了，不知道是回啥，真不知道。那你会开心吗？你喜欢被夸帅，还是喜欢被夸你的性格？性格吧，我不帅啊。你帅啊！你帅，真等的就是这个答案。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好幼稚！哎呀，太羞耻了。你帅啊！你说相声的时候闪闪发光。太默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这个眼镜是干这个用的，以后咱每次录制之前一进来，哎呦，小秦，你今儿怎么这么帅？懂了，可以。来该你了，你反过来示范一下，快。好，来开始，预备 ，Action。怎么又眼脸红了？我手心都冒汗了。今天对于秦霄贤来说好刺激啊！姐姐，你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候，都闪闪发光。这个感觉不行。
哎，但是姐姐那2个字还挺撩的。哦，我想走。原来男生夹子音是这样的，我今天知道今天的热搜了。秦霄贤夹子音。姐姐。那个好像是气泡音，对不对？气泡音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会说气泡音？啊，怎么睡了吗？睡了吗？我的天啊！可吗，静姐？可以吗？可，认证通过。下雨了。罩得住你吗？哎呦！哎呦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大行，不大行，给我吧。罩不住。嗯，你好拿吗？给我这个吧。啊，你拿个，对对对，算了，你拿这个。你杀了我，快！我突然跳下去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真没事。笑死我了。哦。哇。啊！你刚刚戳到你自己了是不是？啊，我，对不起，我多戳2下。笑死我了！拍2张吧。拍2张吧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拍2张是他给他拍啊？我以为他们是要一起拍。对呀。哇，好帅哦！我已经心跳加速了，哥，你这句话你不是应该经常提吗？那什么男明星啊？拿把伞的时候，你真的在闪闪发光啊！走吧。咋的？啊？不行。好。你怎么不给我拍照呀？我感觉我犯了大错了。这景不好拍吗？闪光灯一开多好呀！我好像1.5米。哦，你这个拍照技术我已经大概了解了。哇，今天好凉快，好舒服呀！如果每天都能这么凉快就好了。要能住这儿就好了。住。忘了问人家吃了吗？怎么这是重庆的打招呼的特色吗？还是我打招呼的特色？你要拍照吗？弥补你插我眼睛吗？不要再执着这件事情了。可能是我长得不好看，你拍不出来，没事。他在等他说他长得好看是吗？是我长得不好看。我的问题。那个景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光的问题。这个女孩，说实话，她跟这个李明伦说话的感觉和对另外2个男生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她的另外两个人说游刃有余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她是跟人互动好，有感觉，但其实错了。她反而是因为可能没感情，不走心，所以她能很大方，然后很有互动。她跟这个李明伦说话的每一句，她都透露着紧张，很谨慎。她真的紧张。而且他是想得到一个答案的去问的，就跟其他人可能就随意聊天这样。这雨说下就下，你先走，先走。这儿还是挺有特色。我们是来点菜吗？先要。我是点，慢点。哦，好看。把伞给我吧。好。你没来过这家，但你觉得他们菜单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吗？这边其实都是吃这些的，重庆特色豌杂小面、红油抄手，还有肥肠面。对，特别爱吃肥肠，非常好吃，谢谢。谢谢。来。哇，这好有仪式感。这个还有一小杯一小杯的。就这边感觉文化属性很浓。对。Thank you。好喝吗？很冰凉。
就那种你中暑的时候喝，就是特别提甜神，很爽的感觉。先封起来。遇见重庆，要不来一口？可以尝一下。尝一下。能喝吗？喝。哎呀妈！这是共用了一个吸管。对。这个比较甜，这个比较不甜。你爱喝哪个？我都行，我觉得喝点不甜的也挺好的。我也是想喝点不甜的。这女生好像她是真的不太介意跟不熟的异性来共用一个。所以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行为是故意的，在给对方一些示意，还是说他就这样？那女孩就习惯了，就是大家不在意，对，不在意这个事儿。他要是第一回这么干，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示意什么，但是他好像一直都这样。对，拿杯子就喝。对。来了，了，面来了。哇塞，幸福的餐饮。拍一下照片先。好，跟我一样，先手机吃饭。今天吃重庆小面、抄手，还有肥肠酸辣粉，好好吃啊！我们来个自拍吧。OK， 先尝一下肥肠吧。可以，我对这个特别期待，我很爱吃肥肠。好吃，还不错。哎，找到一样的爱好了。很有就是嚼头。咱们先吃饭，先干饭。你把碗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尝尝这个面，少一点。我也想一点点，其实大家不听。来，我来帮你。卷。可以了。完美。你这个臂力很好啊。等会儿要弄点豌杂进去。我要强烈把这个豌杂安利给你。哇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豌杂。豌杂是什么？重庆有特色的浇头，差不多。好 ，Thank you。你吃啊，别看我，你先吃起来。我是等你。这两个人能吃到一块儿也挺重要的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静姐跟秦老师口味一致吗？非常能吃，还挺一致。哎，走起。怎么样？是好吃的。热吗？非常。我很想去东北看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那个雾峰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冰雕节。冰雕节就在哈尔滨，就是那个在城堡里面搜都是冰的吗？1月5号不见不散。可以约一个。只要不怕冷就行。不怕冷，我去过北极圈。北极啊？北极圈那可以。我当时去那个阿拉斯加看极光，北极光。那很酷。哎，我给你看那个北极光视频，巨漂亮。对，就是你了，你给看。是你拍的？哇，可以。它就是这样模糊的时候，这肉眼看是很清楚，拍的时候可能设备没有那么好。对焦到树上了可能。你很适合穿那种就是人鱼的那个。我后面有穿。哇，这个衣服可以的。哇，人鱼装，美人鱼，哦，好看。好看的。看到了很多你的美照。我给你看我在新疆的视频。我好想去新疆啊！看这个。这是你航拍的吗？可以啊，你这个拍摄技术是吧？真的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。真的很漂亮哎！看到你在戏里。你是那种会更注重，比如说旅游是去哪个地方玩本身，还是说那个谁跟你一起去？玩本身更重要。我也是。哇，可以。
他们俩这顿饭突然吃出好多共同的爱好，加深了解，是吧？所以说第一次约会还是要吃东西哦，有个戒指，打包吃的，让我们去转转。可以。走。我们要不要去买点那个重庆老酸奶？走走走。你先走，我在你后面走。好。你要累的话，你跟我说啊。好。哇，夜景好漂亮。是的。哇，太美了。哇。而且好舒服，这个温度。对。我也来过这儿。洪崖洞。嗯。这边下去吧。慢一点啊，这个高差很大。这个是有点难做。我这是体验到了那种重庆就是山路的感觉。是的，全是台阶儿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超美的这块夜景，超美。你要不要站这儿给你拍张照？好，就在这，就在这，就在这儿。可以。来啊，3、2、1。我也在这边拍过照。超美，超美。再转过去，再来2张。好看的，好看的。好看，好看。你看，男生跟女孩约会现在都要拍照哦。但是我觉得他跟阿伦不一样，是他会给正面反馈，对，好看好看，女生就会越拍越对，越想拍。这真的好漂亮啊！是吧？如果让你给今天打分，你打几分？90吧。哇，90分挺高的。那还有10分在哪儿？没买到酸奶。那你呢？我呀，我觉得100分吧。100分吧。他们俩突然好像良性互动起来了，那说明这个约会真的蛮成功的。而且刚刚文君说的点真的很重要，像那个李明伦，他拍照的时候，他会一直说，不行，不行，然后不行到那个女孩子说，怪我长得不好看，就是其实女孩子心里已经不开心了，而且怎么说？我问个问题啊，就一直说对不起，你也会不开心吗？说对不起，他说是拍的不行。啊，不就比如说就爱说对不起的，就拍完对不起，就再找地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找不着在哪儿拍怎么办？你管他行不行，你都说漂亮漂亮漂亮，就是从你主观至少你觉得是漂亮的，你都知道人要夸。对，哇，学到了，哇塞，闪光，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懂了。你说，哎呀，真漂亮，再来一张。OK，太漂亮了，所以要再来一张。这是小胡他们组，小胡和阿伦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好漂亮。怎么样？我挑的这个地儿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景色真的很好看，很特别。你有很想去的地方吗？也，就是没什么，我也没什么朋友爱旅游。以后你可以叫着我们小屋的朋友。我想去非洲哎。你想去非洲？想去看动物迁徙。都是小胡在扔话题。我可以给你表演一个。这次迁徙就让我觉得有点适应不了，从冬天到夏天。他是澳洲过来的。搜了几句重庆的诗句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哦，怎么突然文艺起来了？这是你的什么任务吗？想浪漫。太下头了。哎，老师你也懂下头这个词。不是，我怎么就不能就是突然就是怎么说呢？语文好一点。好的好的，对不起。那个刻板印象了，刻板印象。是我应该把手机放这儿，然后假装我。哇。哎呦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咋了？
哇，这个真的太会了，这个我学会了。我也学我有遇到小男生会这样，哎。让我们家秦老师会说手咋啦？真的，我要叫他说手咋了？老婆你没事吧？对不对？他会说你的手咋了？他以为你手受伤了还是什么？你知道刚才你挡住那个车灯，然后你就发光。他又发光了，老发光呢，又发光，发了一天。这个女生夸人就是发光。我们练一个舞，发光技。我好饿。点灯。你一点辣都不能吃？会吃的很少。谢谢。您吃了吗？马上给您上菜。我说您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吃了。这他打招呼的方式。没放辣吧？这里面有一点点。一点点能吃吗？全是关心啊。OK， 你加吗？你要不要？要。OK。哦，您先动筷子。你吃啊，快吃吧。我先烤。可以了吧？能吃吗？我按这个能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尝尝，好吃的。我预感这会是我来这儿的第一顿吃得很愉快的、很饱的饭。小胡还是挺会肯定别人。先烤2片吧。哦，咋了？崩着你了？有点辣，你小心点。哇，真辣呀！哇，给他倒水。你先喝这杯。你喝。您不说话，奴婢怎敢动筷？他讲话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怎么跟小胡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跟老王就很正常。就是说的啥呀？这是。他一直用您，你没发现吗？对。那如果这么讲的话，他们俩李明伦也有点局促，也不像和老王在一起那么自在。他只要被表白了都很局促。那你现在的朋友是河南的比较多，还是澳大利亚的比较多，还是哪里比较多？我朋友比较少，哪儿都有。然后有青岛吗？啊？有青岛吗？你啊？哇哦！一般都喜欢听什么歌呢？喜欢听什么歌 ？Heartbreak University。哦，我也听过。所以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？我比较喜欢听周杰伦。周杰伦的歌你最喜欢哪首？什么？你在车上跟我说，就是写信的时候。啊。我就很想哼一首歌。你哼。什么？什么？仨字儿。什么？你再联系一下那个场景。这感觉已经不对。那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写给你吗？打球的时候会闪闪发光。听到这种评价，就觉得自己你知道何德何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配。哦，他说什么？他想说我不配，我不配啊。但这意思是这个女生是他喜欢的呀，所以觉得不配。这首歌它的中心思想是指的这个男生是喜欢这女生，但他辜负了这个女生，所以他说我不配。但是他说的这个我不配，他只是单纯说这3个字，还是把这个歌的意思带入了？对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是没看懂，再看看。那个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呀，妈耶！知道吗？不准说的3个字，不准说的3个字啊！姐姐的力量。你查错了。我查错了，很直白。
不是我问你了，你查错了。真的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很烦哎。多吃点。怎么了？我让你就是多吃点。为什么？就和你吃了嘛是一样的寒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太多的意味。好的好的，知道了。小胡太认真了。这可能是我这几天最放松的时候。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干会儿饭。下雨了。呀。哎，没事儿，自己吃的。今天就是不在状态，这个人。我感觉到放松就行了。那我觉得人也不是时时都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的，是吧？但我今天有觉得你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哎。哪儿不一样？就是我本来以为你就是那种喜欢漫威的大男孩的感觉，但我现在觉得你可能比大男孩稍微大一点，没有，就是想的稍微深一点的感觉。就是你觉得男生油腻的这个表现有哪些？没有很熟，感觉我很熟。啊，不是，你比如说什么话比较油腻的这种姿势看着你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妈呀！是那个方头明吗？阁下该如何应对？他们俩干嘛？他敢这样一直直视他眼睛。你说你打球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会闪闪发光。危险吧？你小心点，不准说那3个字。阁下该如何应对？阁下该如何应对？阁下该如何应对？哇！他们俩今天，他们有火花，有火花，最后的那个对视，而且谁都没有躲闪。那个李明伦很会哎，你觉得男生最油腻的表情是什么？比如说我这样，其实他摆了一个很油腻的表情，但他先说了，所以然后又这样直视你，然后又把对视给带出来了，自然而然，你又不会觉得他很油腻，因为他是在告诉你说，其实有些男生这样可能很油腻哦，这招挺好的。所以他其实他的中心思想，他是想要摆出那个帅的姿势，他就是想要对视，他就是油腻。姐非常真实，姐我喜欢这样的，哎呦，感觉好啊。我正要问，你们会被砸到吗？那小胡他吃那一套，然后他就一直对视回去，那2个人就有火花了。但如果要是我不吃那套的，就我可能对这人没什么感觉，你这样我就会说你好油腻啊。那要是如果我喜欢这个男生，我就会说，那你觉得女生怎么样会让你觉得她在装可爱？对。杨青会对视回去吗？我会对视回去，我会一直盯着他，但前提是你得是我喜欢的男生。OK。因为我觉得那一刻很好哎，就时间都静止住了，然后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你的眼里只有我。你们觉得男生什么姿势或什么让你觉得很油腻、很下头？就是比如说像他很具体的。公共场合有的男生他就会走路上就会，就对所有人，你知道看所有人就是那种，就我很帅的样子。那女生什么行为你会下头？我最觉得下头是我跟你说话，他不看我，就是我就只有2个人，
我跟你说话，他这样是跟你说话，就这样一直看着这样。他要给我看他的天鹅颈，我知不知道？就这个状态。嗯。哇，城市轻轨。这是小孙妹子。开往原本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。小孙嘛呢？都不知道他和谁一组啊？他跟老王吗？来了，老王。老王，安琪，老王。这么巧来坐地铁是吧？哎呦，他们俩穿的，你们还要很巧一起坐轻轨是吧？啊，应该是。自古红蓝出 CP 呀，这真的是没有商量好的吗？我们到时候在哪站下呀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搜一下啊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，可以吗？不是，那你先说你为啥会选这个？我觉得这个是看着最浪漫。那我为啥就不能这么觉得？你也是这么觉得是吗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这很魔幻，这很代表重庆。其实我想做一个最能看整个重庆，山景的。老秦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状态？他给他看的是下颚线。对，而且他不是那种不好意思的，他是真的就是心不在焉。我看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在教场口。啊，这就不是直接在这坐就行了。OK。还是挺漂亮的，你看。是吧？好敷衍呐。你累吗？累啊。那你别说话了。你还想说话吗？你要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，因为我很累。哦天哪！他直接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闭嘴。你要不想说你可以不说，但我这个人我自己也会说话。哇，你说话挺给劲的，老王。哦，不是，我想说你要是累了就可以不说，因为真的很累。这不出来玩吗？出来玩就亢奋一点呗。哇，心态很好啊。哎，这个女孩挺好的。这姐姐还给她点面子。小孙怎么回事？要我今天就不会再和他说一句话了。这女生有没有做得罪他的事情？她为什么要这样？就因为没有人选她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小胡没选他。情商好低啊，这就是很不成熟。但他会把这个情绪带给其他人，很不公平。如果真的很累不想讲话，你可以说，哎，我们待会儿多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到那儿再来玩。就有10000种更体面的说法。真的。他选择了一个最不体面的。真的。比较自我。不喜欢。这个表情也不喜欢。咱们俩是拍戏的啊，咱俩现在就是香港演员啊。你是赌侠。哎呀，老王好好啊。可我想演黎明，可我想演黎明。你可以演黎明，我演那谁，邱淑贞。哇，你真会给自己选啊！我不是你选黎明，我不是选邱淑贞。那我应该选谁啊？没有，就不是你太会选了。我应该选那个谁，就是那个叫谁来着？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女主角叫啥来着？就是她老化丑妆的那个。如花吗？啊，石榴姐啊，对，石榴姐是吧？蛮神奇的。感觉好像你有点不开心。没有啊，就我平常也不是太说话。就是会不会，比如说不适应啊，或者有时候要，就比如说必须要跟大家讲话，与世友好，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别扭。老王真情商真好，他在开导他哎，他俩真的就是姐姐弟弟。因为有时候我其实有这种压力，就是我担心我不说话的时候，别人会觉得我在发脾气，但其实我没有，我只是累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单纯脸臭而已。啊，对。对。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像你能先把这个事说出来。哎，我觉得其实以前我能，后面我不太能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要想做自己，你就肯定要让别人不舒服；你想让别人舒服，你就肯定不能做自己。那我会选择做自己嘛。哎，你们认可小孙的这个说法吗？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讲。
所谓的直性子，不过就是说话不想动脑。所谓的做自己，然后所以不在乎别人的情绪，不过就是没礼貌。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在转的。做自己不是站在去伤害别人和不尊重别人的基础之上的。做自己回家做嘛，你爱咋做自己做自己嘛。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俩不是站在两边，必须选一个的。就做自己也可以让别人开心。对，他凭什么觉得他不做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会让别人开心呢？别人也没开心啊。那如果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挺喜欢你的然后呢，他看你这个样，他以为你对他也没什么兴趣之类的，可能他也会觉得心里受伤。你有想过这种事情吗？这姐姐真好。所以他有看出来跟小胡。那如果我不喜欢他，那就是不喜欢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得是互相平等的。就是如果只有一方在心动，另外一方不心动啊，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，对吧？我也不是这样。对吧？就没有回应的东西，那我就会 pass 掉。不是，就有火花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我喜欢直接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要么不说话，要么不得不说话。然后我选择了后者。不得不说话，我觉得我也是。我在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说过，我是一个聊不了客套话的人啊，所以可能就感觉你好像没有那么就担心你可能没有那么的舒适。他在安慰他，就是我担心，就是比如说你要长期跟大家社交，会疲惫。我没跟大家社交呀，我没有强行跟大家社交，我不想说话就不说话，你没发现吗？啊，强行社交的意思，我觉得应该是指我已经说了我不想说话，但是部分人用一些他们的说法逼得我说话。那我们现在算是强行社交吗？谈不上，我现在不想说话我就沉默了。好 ，OK， 你反正不想说话，你也可以随时不说，也无所谓。到了，说说下呗。老王尽力了，尽力了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，真的是姐姐弟弟。要给你拍张照吗？啊，不用啊。哎，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啊，你觉得你抽到的这张牌会是谁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如果想象会是谁？想象对李明伦吧。别人选的都是事儿，老王选的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总记得我们俩聊过一次，说想做轻轨之类的。哦，明白了。哎呦，小孙，我真哎呀，这是个养生局儿啊！你看，原来也不是吃饭都能拉近距离。过来了。哎，过来了。哎，好嘞，麻烦喽，谢谢。这边打调料哦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饿死了！我一点辣都不能吃，对吧，这个我肠胃不太好。哦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其实。行，那这个放你这儿，咱一人一个啊。你们还是得给我倒了一杯吧。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倒就好了。哎，快忍不住了吧？老王也不开心了。那肯定的。中午那饭挺好吃，而且早市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其实他已经垮脸了，老王。是的。哎，他完全在表演刚刚小晴说的，哎，这就是我根本接受不了的那个行为。天鹅颈嘛，天鹅颈就是这样，我就爆炸了。那你爆炸的时候，你会保持体面吗？像老王一样？除了工作以外，一点没有体面。你就直接摔东西走人了。你要喜欢自己吃，你就自己吃，单我给你买了，
我就走。哦。但第1天的话，可能单也不买，没有那贵。清醒疯了，我那么爱花钱呢，真的是。你平时最爱干的事是啥呀？训练看动画片。我觉得你这种其实我还挺羡慕。为什么？感觉大部分人，包括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事，就这个喜欢到，就我可能80%的时间都能放在他身上，我好像没有。多尝试呗，多尝试。人生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肯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喜欢。笑死了。哇！可能我说的对，所以他就过去了。突然觉得他不搞笑了，没那么搞笑了。我感觉其实这个节目上人都是体验型人格，你发现没？就虽然说大家非共同性也挺多，但是最大的共同性我感觉就是这个。我没有找到我和男嘉宾的共同性，男嘉宾的共同性都很白，只有我很黑。就当时我觉得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真的不黑，你为什么老觉得你自己黑呀？我觉得你还好啊，是吗？你真的不黑，你没有见过我黑的朋友，好吧？那你那些黑的朋友也太黑了吧？非常黑啊！哎，你为啥上这节目啊？我其实一开始是抱着有好奇的心态了，因为如果你在现实中长时间你没有遇到过很心动的人，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呢？加上我的社交圈很少，我不社交嘛。对，所以他是真不社交，他在生活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又啊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自己放。你之前在国外在哪儿呢？加州。加州。你喜欢加州吗？非常。啊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在那边的经历啊都很孤独啊，但我很快乐。你享受孤独？我可以一直不跟人说话，其实也可以，我觉得。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地铁站的时候没有等到你的话，我估计我可能会跳2下，我感觉我是真自由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确实吧。确实。我也会。但是我刚才还在想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你之前一个人吃过火锅吗？我经常。我也是。对。我觉得现在人其实忍受孤独能力还挺强的。啊，我经常。一个人能干的事儿也挺多。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不能干的。目前我生活中很多事。我觉得我很多事儿是我一个人不想干。我不愿意让自己。对，是的，我能理解你的意思。你说为什么我们我感觉大家在一大帮人里的时候，反而感觉挺舒适的，但咱们俩单独出来，总感觉你不想跟我说，我得硬要跟你说点什么。那可以不说。哎，对，我刚要说这个事儿，就是反而在社交场合里，对方不太想讲话，是否证明我。哎，但也不是，确实不是，我自己想完了，不是。好。你只是不爱说话，不关我事。你非常好，老王。他是想说什么？我不够人格魅力，或者是什么？其实懂得自我反省是对的，可是其实你也还是应该要知道，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你就要停止内耗，对吧？但我觉得老王特别好，他迅速的想了一遍，然后他觉得对，不关我的事，他就安心了。自我消化是成长的第一步。所以你不太需要别人照顾你，是吧？与其说我不需要，甚至说我不喜欢。哦，真的呀？哎，这我还挺好奇，你愿意聊聊吗？怎么说？就比如说，别人照顾你，你会就是感到怎么样呢？压力。被照顾多开心啊！哦，真的呀？你不会吗？
我其实不太需要，但我挺喜欢的。就是我会觉得对方挺关心我的，然后就还是享受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很温暖。看来人和人真不一样，我会觉得有压力吧。我觉得被人照顾好幸福哦。你看，这是自信的表现。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不够好，所以你不要对我好，因为你对我好之后，我没有办法回报你的。他认为人际关系是一个回报的关系，但其实人际关系不是都是回报的。有的人就单纯想要对你好。对。那如果要是，就那种就单独非要叫着你的那种啊，反而不能让你自由自在跑，你是不是反而会觉得有压力？你不喜欢那种照顾？这算照顾吗？也算吧。天哪！但我觉得这不算照顾。照顾就好比说，如果你刚一直给我夹菜，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。妈呀，我最喜欢给别人夹菜了。啊！但还好你刚刚只是放锅里，没有给我夹啊。我是习惯性的放两边。但我能知道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说出来嘛，对吧？而且或者说你做了，我真的能理解你是无意的。天哪！那我觉得小孙就有点回避，他很回避啊！你不要照顾我，你不要给我夹菜，你不要给我倒水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你不要。因为我也不想做这件事给你。对，其实我能理解一点他的感觉，因为我也有一点点回避型人格。所以如果这个人跟我不是特别熟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会觉得非常有压力。就是我会觉得我迟早有一天要找一种方式再给他还回去。那你稍微改一改，然后你要知道，这有些东西是不用还的。对。可是至少他们的出发点，他并不是让你还。对，因为我对你好的时候，我自己是第一享受者。我有资格送你一个鲜花，送你一个蛋糕，送你一个戒指，然后你能接受，我是那个最开心的人。我在那一瞬间就已经绽放了。你不需要还我任何东西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你明白这种健康的情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，你就不会有负担了。懂了。所以说，可能咱俩性格不太一样吧。我不是觉得咱俩性格不一样，我是觉得咱俩观点完全不一样。性格没必是一样的，反而。我觉得我和你都是很固执的人，是吗？哇，老王人间清醒。你一会儿想去超市啊？对啊，看情况吧。你不是老说你想自己吗？那你一会儿要自己吗？你是想自己，我们就自己；如果你不想的话，我们就不那什么。我无所谓。老王可太累了。就如果要是你想自己，咱就分头行事，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要影响我们的和睦关系，好吧？来，虚空干杯，就像虚空干杯。于是就各干各了。我没办法跟这种弟弟谈恋爱。但我代入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我要是老王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会跟老王做一样的事情。对，他太体面了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体面。我会让他知道，就是你讲话给我礼貌一点，特别好。这也是成年人。对，你现在在成年的世界，然后你对的是一个没有伤害过你的人，所以你不要以这种态度对我。然后对方可能会崩的。爱崩不崩，这真的会崩，我能想象。但我没办法像他一样一直这样哄孩子。老王好难，因为他不是一个5、6岁的人，他这么大。他就是一个长得27岁外壳的小男孩，不够成熟的时候，他会非常关注自己的情绪，他会把自己的情绪化误会成他的个性。对。对。他刚才的表现，实际上。我们认为他是不尊重老王，对吧？但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很有可能是老王，你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不用好好的对待你，因为我心里只关心着小胡一个人。现在我这边受挫了 ，so leave me alone。他其实可能是这种感觉，他没有想要伤害别人，他只是没有能力去接纳更复杂的情况。像一个小男孩一样，就玩我的玩具，其他我都忽略掉。而且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所有的这些带着情绪的行为表达，非常的不妥。对，长大吧，小男孩。